100万年前，钱晨还是一名985的研究生，可就在他快学秃头的时候，竟意外穿越一界，化作一抹灵光，进入一个放牛小童的身体。那小童从他记忆中的道德经里悟出惊天道术，成了威震诸天万界的太上道祖，还创立了太上三道之一的楼观道。而钱晨则是被太上道祖斩诛，化作太上三宝之一的道尘柱，被楼观道束之高阁100万年。可就在他浑浑噩噩度日时，2个邪修却突然上门灭了楼观道，将他带走。妙空，你不是说楼观道已经没落，全派修为最高的只是一个结丹修士吗？怎么一动手就引来了这么多元神真仙？通神老道，你怕什么？我们不是得手了吗？至于那些元神真仙，哈哈，他们的神通再广大，还能大得过轮回之主吗？轮回之主派我们来这轮回之地执行任务时，确实镇压了我们身上的因果，确保我们不会被死界的元神真仙散到踪迹。但这颗珠子的因果可没被镇压。1个时辰后，任务结束。届时，轮回之主遮掩的天机会再次明朗，定会有元神真仙来取你性命。我劝你还是早早将这颗珠子丢了。丢了？这珠子可是太上三宝之一的道尘珠，传承100万载，来历惊人。持着此珠便能悟性大增，参悟无上道妙。为了它，我把全部身家都砸下去了，还暗算过几个我根本惹不起的大人物。现在哪怕将它丢了，我也是死路一条。那你要如何？我要将这颗珠子封入这个少年体内，他日有机会再来取。你疯了，这可是我们的任务目标。你疯了，这可是我们的任务目标。我管不了那么多了。轮回引，轮回引能把人带入轮回之地，这东西在诸天轮回之地举世难寻，你居然用在一个无关之辈身上。珠子已经和这少年融为一体，再有轮回引的加持，他便会成为轮回者，一身因果全消。从今以后，除了你我，再不可能有人推算到珠子的下落。呵，成为轮回者，3日后便要接受考验任务。若是这小子死在了哪个世界，你哭都来不及。我可以查找他的试炼世界，然后想办法进去。另外，我还会给他一些宝物防身。小子，老子的杀伐法术、几件顶尖法器和保命灵丹都给你了，你最好给我活着回来。另外，为了不让你夺走老子的机缘，我还得再上一层保险。密魔合魂3生尽。这般恶毒的咒力的用上，对付一个全无修为的凡人，用得着如此吗？你懂什么？不怕1万就怕万一。行了啊。诸天轮回之地，轮回之主，没想到这2个邪修竟让我有了肉身。上苍垂怜，我终于又转世成人了。不过我似乎得为3天后试炼做准备了。钱晨本来是楼观道传承100万年的至宝道尘珠，结果却因为2个邪修阴差阳错的成了一个少年郎。为了早日筑基参加试炼任务，他找上了一窝山中野狐，准备换些礼物。我修行法术之时都是小心翼翼，生怕动静太大。这黑气邪祟深深，看着就不像好人，居然也敢如此大张旗鼓。道友，我等愿献出身上所有宝物，还请道友放过我们一家。杀了尔等，宝物自然是我的。你们若是失去，便乖乖化作亡魂，为我祭炼百鬼邪虎幡。我等从不沾染红尘，既然你苦苦相逼，那也怪不了我等了。哼！一只杂毛狐狸还妄想攻击，龙去！杀人祭旗的邪修，该死！诸位仙家，我可否与尔等换些灵骨？多谢恩公，除了这枚山教的邪人，救我一家老小性命。莫说是灵骨，恩公就算要老胡这条命，老胡也舍得。不必如此，只是这梅山教是哪家门第？梅山教乃晋国的诸多大教之一，门内有数千弟子行走天下，纵是轻轻一捏，我们一家都要化为齑粉。如此邪恶的教派，又如何称得上正道支柱？不过此人死在这里，终究是个麻烦，你们还是早些搬家吧。多谢恩公，这是小妖这些年攒下的精粮，还望恩公莫要推辞。千年老狐为报恩，竟要掏空全身五谷精魄相赠，可这少年却傻到离谱，偏要用灵丹换。多谢，但我先前说了，交换便不会占仙家便宜。这瓶子里有一枚益气丹和一些治疗伤势的丹药，仙家收好。恩公，这如何使的？莫要多言，拿了丹药搬家逃命去吧。
恩公大恩，小妖永世铭记，他日定百倍偿还。我已用楼观道的真传功法筑基，现在又换到了筑基阶段使用的五谷之精，是时候进入试炼了。轮回者专属试炼任务1个时辰后开启，轮回者可用身上的太上道辰珠兑换3000万道德，然后用道德兑换各类灵宝。都有些什么？这些灵宝无不是名震寰宇的先天灵宝和后天灵宝，都是好东西啊。不对，轮回之主为什么同为太上三宝？太上阴阳扇只有一半都值25亿道德，而我的道辰珠是全的，却只给价3000万。你是不是看不起我道辰珠？太上道辰珠虽是先天灵宝，但并无功法之能，也无护身之妙，只是如天地大权一般的象征之宝，故价格低廉。这么扎心的吗？不过道辰珠乃是我的本体，你出多少钱，我也不卖于你。还是说说轮回者的试炼任务吧。接下来你会进入一个世界，该世界中有一个名为四海堂的势力。第一阶段主线任务便是在四海堂堂主洪四海的70大寿前，赶到位于临海城的四海堂总堂，完成任务后奖励10功德，并激活下一阶段主线任务。3000善德为1功德，3000功德为1道德。主线任务的奖励这么低的吗？废话少说，任务时间到。我竟然变成了一个书生，有趣，只是不知此地距离临海城有多远。这个少年疯了，慈眉善目的老人好心好意请他喝茶，他却直接给老人一巴掌，将人打到吐血。客人，此地距离临海城尚有20-30里路，喝碗热茶再走吧。客人，我好心卖你茶喝，为何伤我？为何？你的茶有没有问题，自己心里没数吗？好聪明的小子，但聪明人往往死得最快。天罗伞，护身神兵，护体罡气，你竟然也是宗师？算是。哈哈，宗师又如何？我这碧鳞金蛇沾破宗师的护体罡气，动手。这血雾竟然能污秽灵光，有点意思，但也仅此而已。怎么可能？你到底是哪位宗师？莫要管我是谁，你肉身根基已被我打坏，再无活命可能。说说吧，你是谁？又为何要向我下毒？老夫今日心情不好，这才向你下毒。至于老夫是谁，告诉你也无妨。老夫乃江湖之上鼎鼎大名的神医奇丘子，也是12元辰之中的乘雾神君四蛇。12元辰，不错，12元辰对应12生肖，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身份，个个都是绝世高手。尤其是龙首。龙首很可怕吗？能得到你如此高的评价？呵呵呵，小子，你是一个很可怕的人，但龙首根本不是人，他是神，是魔，是来自九幽的恶鬼，要比你可怕100万倍。看来龙首确实很可怕，但今日是四海堂堂主洪四海的寿宴，你们12元辰为何来此？当然是为了魔教的密库。当年洪四海带领正道各派围攻魔教，在灭亡之际，魔教教主将魔教1000年以来积蓄的绝世武学、神兵利器和无边财富都藏到了一处密库之中，而洪四海手里有找到那处密库的关键线索。抬手不是宝剑，而是老弟你还得练。大名鼎鼎的乘雾神君伪装成卖茶的老人，想要毒杀前尘，却不知前尘是个活了100万年的朱子精。被前尘灭了生机之后，他只能颤颤巍巍的拿出一本古籍。小子，该说的我都说了，这是我师门的碧灵五毒化身经，希望你莫让它断了传承。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条碧金小蛇也是一毒物吧？不错，它叫碧鳞金蛇，是我的成名绝技。我袋中还有另外4毒，你可用碧灵五毒化身经将它们炼成我师门秘传的神兵碧鳞五毒。多谢。生死之敌，有何可谢？这碧鳞五毒对于此方世界之人来说极难炼成，但对我而言却是轻而易举。气吞丹霞，梁斗梁宗师道：梁宗师能来，本堂当真是蓬荜生辉。哪里，洪掌门70大寿，我怎么都得来喝杯酒的。梁宗师所言极是，里面请。好。关西铁拳白猿梁道：白大侠，皇兄，这2位是我的2位小徒，应当能进去吧？这是自然，白大侠快请。
看来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四海堂，我得想个法子。有了。什么动静？好像是老鼠。怎么这么多老鼠啊？杀了他们，不能让这些脏东西扰了寿宴。住手！今天是掌门大喜的日子，你们想让总堂门口尸横遍野吗？更何况这是祥瑞。不错，掌门千秋寿岁威震四方，所以才会有鼠辈逃窜。这不是祥瑞是什么？这都能圆回来，那再来。这个少年简直就是不知死活，竟然敢大闹武林盟主洪四海的七十大寿，招惹天下共尊的四海堂。这都能圆回来，那再来。哪来的这么多虫子？臭死了！岂有此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成啊！是毒，有人用毒驱使鼠群虫群逃出，然后令鼠群脱毛，虫群尽死。小兄弟是在下前尘，是路过的读书人。这毒只是第一次发作，等到在二次发作时，这些老鼠就会疯狂攻击所有能见到的活物，能毒死四海堂所有的老鼠飞虫，也能毒死来这里的所有人。谁这么大胆？竟敢在正的汇聚之时来我四海堂闹事，把当时的解毒大家都请来。另外，再看看齐丘子神医来了没有？是。不必如此兴师动众，这毒我能解。你能解？不错，这是昔年碧灵五毒教的斩草除根。下毒之人应当是把毒下在狮子身上，随后将狮子放到老鼠身上，老鼠被狮子一咬，便会相互磨蹭，毒很快就传给所有老鼠。当斩草除根发作时，鼠毛退去，狮子也就和鼠毛一起落下，下毒的线索也就消失了。这人如此费尽心机给老鼠苍蝇下毒，难道是想给我四海堂一个下马威？如果真是这样就好了。看到这些飘荡的鼠毛了吗？看到了。人一旦沾染上这些鼠毛，就会身中剧毒，时间一到就会和老鼠一样脱毛，并且会疯狂地杀戮吞噬周围的活物。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呜，完了完了，我要变成秃子了！莫慌，我方才便说了，我有解毒之法。已经解了。真的假的？少年为了参加洪四海的七十大寿，竟然胆大包天的给天下共尊的四海堂下毒。更离谱的是，他还脸不红心不跳的出来给人解毒。小兄弟，毒真的解了吗？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再多吸几口这红色烟雾。确实舒畅多了。小兄弟，你为我四海堂解决了这么大的麻烦。宴会结束后，我一定上报总堂主，好好感谢你。快，里面请。客气了，我蹭顿饭便好。费尽心思，终于名正言顺的进来了。轮回者成功在洪四海的七十大寿开始前赶到四海堂总堂，完成主线任务1，奖励10功德。主线任务2呢？主线任务2开启，轮回者需帮助武林盟主洪四海斩杀至少4名12元神，每击杀1人可获得500功德的奖励，助攻也能获得功德。目前已斩杀成雾神君，每人500功德，好丰厚的奖励。就是不知道另外11人此刻身在何处。总堂主，不好了，有人将你的结拜二哥毕天通的全身骨头打碎，揉成一个肉球装到轿子里，让沙家师兄弟给您抬来。什么？沙家老大，怎么回事？四爷，您看看就知道了。二哥，这全身骨骼被打成粉末，躯干被团成一个肉球，更可怕的是，人竟然还活着，何人竟如此阴毒？刀绝方若木，腿绝毕天通，剑绝柳独行，拳绝洪四海，君子驱寒君。当年4绝一君一解金兰，何其消散快意！可如今什么人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将毕天通打成这样？成雾神君临死前曾说过，龙首让他们11人来参加洪四海的寿宴时，每人为洪四海准备一件让人闻风丧胆的寿礼。将毕天通弄成这副模样的人，手段之狠辣，闻所未闻。看来是12元辰中的其他人到了。哈哈哈哈哈！洪盟主，不知我们12元辰送的礼物，你可喜欢？武林盟主洪四海的结拜二哥被人打碎全身骨，团成了一个肉球。12元辰，我要将你的碎尸万段！哈哈哈！你也配？贼子而敢！二哥，总堂主，别管我，快去救沙家4兄弟！阿弥陀佛，他们已经死了。这个死状，12元辰果然不愧是江湖有史以来最恶毒狠辣的强盗。方才那金衣身影顶着的披风，应当是一件神兵，具有辅助飞遁和凝聚雷火之能，这才能来无影去无踪，打出金色雷火。二哥，你安心上路吧，我一定会帮你报仇雪恨。阿弥陀佛，洪老堂主，这都怪老朽，
少林7日前便探知到了12元辰会来大闹寿宴的消息，但考虑到12元辰诡计多端、阴险狡诈，我等也不敢妄动，没有提醒红堂主，岂料却害了毕老施主。神僧不必自责，二哥前来赴宴行踪本就难定，12元辰暗中下手，即便神僧出言提醒，在下也难以挽回此事。为今之计，我等应当同心协力，如同昔年大破魔教一样，消灭这12个无法无天的恶徒。堂主，12元辰并非只下手这一次，先前便向我四海堂散播奇毒，斩草除根，妄想将在场的诸位毒死。幸好这位名叫虔诚的小兄弟出手，他们的阴谋才没有得逞。斩草除根是昔年碧灵五毒教的计毒，小兄弟竟然会解。这个少年为了蹭吃蹭喝，竟然胆大包天的向正道第一大势力四海堂下毒。可就在他快暴露时，事情却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斩草除根是昔年碧灵五毒教的计毒，小兄弟竟然会解。洪老前辈，小生曾在家传医书之中偶然见过这种毒药的解法，方才会解。是吗？看不见的。这天底下会下斩草除根这种奇毒的，只有12元辰当中的乘雾神君四蛇。乘雾神君的毒何等厉害，岂是你这无名小卒能解开？这位前辈想说什么？老手觉得你有问题，你说不定就是乘雾神君的弟子，是12元辰的内应。八参前辈说的有道理，这偌大的江湖之中，能解斩草除根的人不超过一手之数。这小子年纪轻轻的，哪里来的那么大本事？不错，他不过一介书生，看着也不像是精通医术之人。小兄弟，你可有话要说？有，这老东西好敏锐的直觉，但这么多人盯着，打死我也不能承认。我之所以会解斩草除根的毒，是因为我祖上曾是一代神医。胡说八道，我可没听说过有一位姓钱的神医。那是因为先祖厌倦了江湖纷章，这才改了姓氏。小施主，你祖上可是望尘居士？望尘居士完全没听过，不过这老和尚如此激动，想来这位望尘居士很厉害。我不如顺着他的话说下去。大师怎知我先祖的别号？望尘居士乃昔日药王，医术通玄，曾亲手破除五毒教教主部下的碧灵五毒阵，解救数万高手。若小兄弟真是望尘居士的后人，会解这斩草除根不足为奇。颜面之词如何信的？八惨长老碧灵五毒教下毒解毒多用活物，但这位小兄弟的解毒之法光明正大，仅此一点便可证明他不是乘雾神君的弟子。有了空明神僧的保证，前尘成功洗清嫌疑。这时，四海堂女眷居住的地方突然有雷光冲霄而进，随后发生剧烈爆炸。这司尘神君他进入四海堂了，我们赶紧过去瞧瞧，免得有人受害。不必。为何？因为我已经将四海堂分为了几个区域，命各个区域的人严防死守，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还让快言快语两位大侠在这张大网中游走。司尘神君虽然凶狂，但他的每一步都逃不过这张大网的感应，不出半个时辰，快言快语就能将司尘神君逼入死角。届时再请两位大宗师出手，司尘神君必死无疑。原来如此，那我等便安静等待。总管，不好了！司尘神君被快言快语两位大侠击伤后，炸开院墙，借助神兵逃跑了。逃跑？12元辰是不会逃跑的，应当只是暂时撤退。传令下去，各区域变换防守阵型，严格查验每一个人的身份，绝不能让12元辰混进来。是。四海堂戒备森严，防御调度有序，但除了被我杀死的乘雾神君和方才逃走的司尘神君，其他10人恐怕早就混进来了。只为12元辰已经退去，但他们阴险狡诈，不达目的不罢休，今晚肯定还会再来，所以还请大家暂且一步大厅，静待时机。小兄弟，堂主为了保住碧通天大侠的遗体，用手握灭了司尘神君的雷火，受伤不轻。而齐秋子神医又不知为何没来赴宴，所以我想请小兄弟为堂主诊治一番。可洪堂主一直面不改色的，那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稳定人心。实不相瞒，堂主的右手已经废了大半，所以还得劳烦一下小兄弟。小兄弟你放心，只要你能治好洪堂主的手臂，诊金定然不会少。洪老堂主名震江湖，能为洪老堂主看病是我的荣幸。你见过这么侠义的武林盟主们？为了保护结义弟兄的遗体，竟不惜废掉自己的一条手臂。皇兄，洪老英雄的右手受创严重，我虽用了猛药，但也要数月才能好。我若与人动手呢？每动手一次，伤势便会恶化一分。若是短时间内来上几次，手臂恐怕会彻底报废。竟这般严重，洪堂主，你还是好生休养吧。12元辰若敢出现，老衲带人对付便是。岂能如此？他们若敢来，莫说只断一臂，纵然四肢尽断，我也要亲手为我二哥报仇雪恨。
洪老英雄当真义薄云天。小兄弟过誉了，我已是迟暮之年，死不足惜。倒是小兄弟你年纪轻轻便有此等医术，未来必成大器。王管家，你先带这位小兄弟下去，务必保护好他。另外，安顿好这位小兄弟后，你再去我二哥的灵堂看看，莫让12元辰再打扰了他安息。好。小兄弟，你今晚好生休息，不必担忧其余之事。好，那皇兄你先忙。12元辰来势汹汹，绝不会轻易罢手。但四海堂防御森严，他们若想突破四海堂的防御，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杀掉黄月涵这个组织防御的核心人物。不好，皇兄有危险！不好了，王管家在灵堂被人杀了！该死，怎么这么快？到底是谁干的？四海堂的防御密不透风，难道12元辰已经混进了我们内部？有这个可能。堂主，不好了，12元辰杀进来了！来得正好，诸位立刻跟我迎敌，今夜必要将12元辰剿灭，永除后患。得知12元辰来犯，众多正道高手怒火滔天，纷纷手持兵器杀出，但前尘却愣在原地，怔怔地看着黄玉涵的尸体。皇兄，你安心上路吧，我定会为你报仇雪恨。找死！怎么是四海堂的人？他被人点了穴道，故意被扔来给你杀的。这12元辰也太狡猾了。小兄弟，此人恐怕也是四海堂的人，不可伤其性命。是吗？给我死！青面獠牙，这根本不是人，是尸鬼。尸鬼？不错，这是幽冥宫豢养的尸鬼死士，他们以尸毒炼体，没有痛觉，悍不畏死。看来12元辰中有人是幽冥宫的人。又有人出事了，走，过去看看。哟呵，又有人送死来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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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锁三关，你这个畜生怎么会在这里？因为你爷爷，我就是12元辰当中的决斗神君。穷凶极恶的决斗神君现世，但前尘却一口一个畜生，一点面子都不给。康大侠，这决斗神君什么来历？这个畜生犯下的恶行罄竹难书。多年前，他师父见他是个练武奇才，便将其收入门下。但他为了得到他师父家传的神兵摧坚破甲锤，竟将他师父偷袭致死，还将他师娘奸杀，恩将仇报，果然是个畜生。不仅如此，他后来还落草为寇，以杀人为乐，一出手就要将人砸成肉泥。看来碧通天老前辈的全身骨骼就是这畜生砸断的。一口一个畜生，小杂种，你好大的胆子！爷爷砸死你！想杀前兄弟，你问过我了吗？人人都说康千登手中的惊鸿剑是江湖一绝，但在你爷爷的推肩破甲锤面前，狗屁不是！看锤！什么狗屁惊鸿剑？我看是绣花针。你竟也是一位大宗师？废话少说，畜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爷爷会怕你不成？龙雀环，这是什么鬼东西？龙雀环，再收紧。你，恭喜轮回试炼者前尘击杀12元辰中的决斗神君蛮牛锁三关，奖励500功德。乘雾神君、角斗神君，下一个会是谁呢？手无缚鸡之力的柔弱书生，竟然瞬间秒杀名震江湖的决斗神君锁三关。这，钱兄弟，这可是名震江湖的决斗神君锁三关，这么轻易就被你杀了？在下虽然是个读书人，但也略懂些拳脚。钱兄说笑了，您这实力若只是略懂，那我便是个彻头彻尾的门外汉了。康大侠不必多说，四海堂很大，12元辰不知潜藏在何处，我们还是赶紧去支援吧。好，我们先去正厅看看。两人立刻赶往正厅，但一到正厅，却发现梁斗宗师已经没了声息。梁宗师双目瞪大，死之前仍旧是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再结合其背后的伤势，梁宗师应当是被极其信任的人从背后偷袭害死的。
这么会所，12元城的人已经汇入了我们当中。阿弥陀佛，事到如今，老衲也不瞒着大家了。根据消息，12元城的人确实混到了我们当中，而且不止一人。这可如何是好？我们得赶紧将潜藏在我们当中的12元揪出来，否则还有更多人被害。怎么揪出来？12元城神出鬼没，身份严密，我们对其根本不了解。诸位，我少林秘密探查12元城10余年，得到了一些信息。子僧快说。根据我少林的信息，目前可以确定的是，决斗神君是江湖上最狠毒的江洋大盗索三关，乘雾神君是碧灵五毒教的弟子，飞黄神君是一个在正道颇有威望的武林大豪，石鬼神君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逐日神君的辨人寻物之术天下无双，捣药神君是一个女人。仅凭这些信息，根本无法锁定12元城的真身。两斗宗师是被极为尖利的兵器从肋下刺入了心脏死亡，能如此轻易破开宗师的护体罡气，所用必然是神兵。前尘一边查看尸体，一边用灵石观察众人的表情。我翻动尸体时，众人的表情都正常，只有将相所李千秋的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他肯定知道什么。宗师两斗惨死，前尘正在检查尸体，一个愣头青却冲出来将他怒骂一顿：“小子，在干什么？你没眼睛吗？我正在检查两斗宗师的尸体。梁大侠尸骨未寒，身上定然有事关凶手的线索，是你能轻动的吗？那我问你，在场可有其他大夫？谁疑齐秋子未至，须是被12元城害死在了路上。至于其他人，我是在场之人中唯一的大夫，我不检验尸体，谁来检验？那你有什么发现吗？当然，梁宗师号称气吞丹霞，炼气之术天下无双。他一出手，浑身真气如丹霞漫卷，威力奇大，更有能增厚真气的神兵云霞丹在手，其护体罡气是我们这群人中最强大坚固的。凶手之所以能一击得手，一定是依仗一把具有破罡之能的神兵。若是如此，查找凶手就简单多了。不错，只要将梁大侠遇害之时行踪未确定的人排查出来，再确定其神兵是否有破罡之能，相信二者重合之人并不多，很快就能锁定凶手。那我先来报行踪。我方才和钱兄一起在后院截杀索三关，其余几位侠士也远远见到了，我们能相互证明彼此不在场。老衲与顽石道长、徐大侠、唐大侠、神女侠待在五湖厅策应，期间并未离开。我与梁宗师、长风镖局总镖头赵大侠以及李老英雄一起去东面迎敌，期间被一股神秘人引诱，彼此分散，所以不能相互作证。很快，所有人都报了行踪。排查出来的人，大部分都不具备威胁宗师良斗的能力，只有碧血丹心剑杜子怀、长风镖局总镖头赵成、将相叟李、千秋有和还没回来的快言快语兄弟以及八残长老有嫌疑。话说，八残长老和快言快语两位大侠怎么还没回来？诸位，大事不好，龙首来了。随着四海堂死去的高手越来越多，12元城当中最为恐怖的龙首现身。诸位，大事不好，龙首来了。八残长老怎么回事？龙首现身，快言快语，兄弟不过数招就被他斩首。我见情况不妙，就赶紧跑来通风报信了。八残长老，12元城中最强大的龙首终于要现身了吗？什么动静？是快言快语两位兄弟。唐大先生，怎么回事？唐大先生死了，没有外伤，吐出的血比墨汁还要黑，这是中毒死的。唐大先生是唐门年轻一代的翘楚，尤善暗器和用毒，连他都被无声无息的毒死，那我们谁还逃得过？难道是乘雾神君干的？乘雾神君已经被我杀了，下毒的必定是另外之人，可到底是谁呢？诸位，我四海堂的大总管黄玉涵被暗杀在守卫森严的灵堂中，梁宗师被小人暗算，唐真死于无形之间，快言快语兄弟也不幸遇害，再加上我一兄弟先抽杀家四兄弟和四海堂其余弟子，我们已经损失了太多人。接下来大家务必小心，不可再着了12元城的道。阿弥陀佛，地狱空荡荡，恶鬼在人间。老衲今日就算舍了这副身躯，也要将12元城送回地狱。好大的口气！不入幽冥的食鬼神君，天下大白的司晨神君，张口吞天的大肚神君。12元城当中的3大神君现身，四海堂的气氛瞬间紧张到了极致。12元城就来了你们3个吗？他们就在你们当中，随时会取走尔等的性命。绝世神兵风神啸，眼力不错，魔龙诀。
跑，快跑啊！阿弥陀佛。司晨神君，拿命来！封神笑万鬼出！好霸道的神兵，竟然能凭一己之力影响3大宗师。既然如此，我也该出手了。前施主你，康兄，借剑一用，能够操控2件神兵又如何？你依然会是我的剑下亡魂。康兄，借剑一用。前兄接手。食鬼神君，你很强吗？没想到正道这群废物当中，竟然还有你这么年轻的大宗师，还拥有一把如此神妙伞。只可惜我能同时操控2把绝世神兵，右手封神笑，左手鬼神窟，谁能挡我？前兄小心！能同时操控2件绝世神兵很强吗？不过是我的剑下亡魂而已。惊鸿，食鬼神君不过如此。不好，快走！走哪里走？大度，你什么意思啊？魏元代，别动手，别动手，我是自己人。自己人？前兄，莫要中了他的计。什么计不计的？我是少林的卧底，不信你问我师兄。空明神僧，他说的可是真的？无恶不作的12元辰当中，竟然还有正道修士。空明神僧，他说的可是真的？阿弥陀佛，前施主，他确实是我师弟孝明啊，法号空虚。以前的大肚神君是我少林的叛徒，我将他斩杀后，便冒充他混入了12元辰之中。这几年来，我摸到了不少关于12元辰的线索，准备将这群大恶人全部铲除，但我一直不知道龙首的真身是谁，所以迟迟没有动手。原来如此，那你可知其他元辰在何处？大肚神君已死，决斗神君和食鬼神君被你所杀，司晨神君在我的混元袋之中，我并不知道其他神君身在何处。对了，这次攻打四海堂，每个神君都有自己的任务，但乘雾神君那条毒蛇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消失了，所以龙首便让逐日神君去完成原本属于乘雾神君的任务。什么任务？我们相互之间并不知道对方的任务，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其他几位元辰肯定潜伏在你的当中。弥勒兄弟，这司晨神君害了我的义兄毕通天，你可否将他交给我？我想为我义兄报仇雪恨。当然可以。洪堂主请便。来人，把他带下去严加看管，等其他元辰全部落网后再一起处置。是。诸位，现在除了消失的乘雾神君12元辰已去其四，还有8个元辰不见踪影，而这8个元辰有的可能还没到。穷凶极恶的12元辰竟然混到了正道修士中间，为了将其揪出来，众人开始自查。之前说过，两斗大侠遇害时，只有碧血丹心剑渡自怀、长风镖局总镖头赵成、将相叟、李千秋、快言快语兄弟和八残长老有嫌疑。快言快语已经遇难，只剩下八残长老。八残虽然心性不好，但他与快言快语遭遇了龙首，怎么也不可能再偷袭梁大侠，应该也把他的嫌疑去了。此事稍后再说。我们先前分析到，凶手必然有破钢之能的神兵，才能害死梁大侠。这种类型的兵器应该不多。你们看着我干什么？你说呢？在场之人的神兵，只有你的春秋笔有破钢之能。诸位且慢，我还没有说完。你继续说。李老前辈的春秋笔有破钢之能，人尽皆知。据我了解，梁大侠是个非常谨慎的人，想来梁大侠也知道春秋笔的威胁，所以他断然不可能让李老英雄站在他的身后。所以李老英雄的嫌疑最小，而真正的凶手定然是隐瞒了自己神兵的特性。前小兄弟慧眼，梁大侠确实不是我害死的。那又是何人呢？诸位，我有话说。李老施主请讲。世人都知道我李千秋擅长笔法，但殊不知我最开始时练的是枪法，并且对枪道上领悟颇深。而前小兄弟之前检查梁大侠的尸体时，我发现杀死梁大侠的人用的虽然是短兵，但使的却是枪法。
现在只有碧血丹心剑渡子怀长风镖局总镖头赵成将想搜李千秋和八残长老，你们4人有嫌疑，但渡子怀和八残长老都不会用枪。如果梁大侠不是李老英雄害死的，那就只能是长风镖局的总镖头赵成赵总镖头了。休要冤枉好人，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是不是冤枉好人？只要赵总镖头拿出神兵残阳枪验证一番便知。如何验证？我刚才说过，真正的凶手隐藏了神兵的特性，所以如果你的神兵残阳枪没有破钢之能，你便是清白的；可若是有，你就是凶手。一杆残阳枪连扫18寨，威震天下的长风镖局总镖头是人人敬仰的大侠，可就是这样一个大侠，现在却成了别人的一条狗。赵总镖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的神兵残阳枪就有破钢之能。是又如何？我确实隐瞒了神兵之能，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江湖上很多人都会这样做，行走江湖，哪有人值得绝对信任？你说的很对，但你得看大家信不信你。赵成，证据确凿，你还想抵赖？整个的江湖就只有我一个人隐藏神兵性能吗？你们为什么要揪着我不放？你跟我的松风剑说吧。阿弥陀佛。赵成，松风剑已经剿灭了所有神机，你还不说实话？哈哈哈，是我就是飞黄神君。阿弥陀佛，赵施主7年1人1枪连扫18匪寨，手中长枪如残阳落霞，堪称当世大侠。如今又是天下第一镖局长风的镖局的总镖头，为何要堕落至此？呵呵，什么当世大侠，什么总镖头，还不是别人养的一条狗。飞黄神君已死，该下一个了。阿弥陀佛，元朗神君，你的几个同伴已死，你还要再隐藏吗？我怎么可能是12元臣？我一直和诸位大宗师在一起啊，也没有杀过任何人。那是因为老衲一直在盯着你，没有给你机会。空明神僧，你一定弄错了，真不是12元臣。弄错？燃狼神君，我潜伏在12元臣之中那么长时间，你真以为我一点事情都没干嘛？你便是12元臣中的杨相燃狼神君。你怎么知道的？正义山庄的庄主竟然是邪恶无比的12元臣，是怎么知道的？因为你的神兵五色石出卖了你。五色石擅长精神攻击，被他杀死的人周身五彩斑斓，宛若中毒。去年我们一起出过一次任务，所以我才认得出你。原来如此，我徐小牙当真是成也五色石，败也五色石。当年的正义山庄正气浩大，你的父亲徐老庄主更是带领正道豪杰阻击过魔教的前任教主，为武林正道立下不世之功。可到了你这里，废话少说，我自知不是你们4位大宗师的对手，所以动手吧。徐庄主，那老道就不客气了。来人，将此人的尸首送回正气山庄，就说他同我四海堂抵御12元臣时不幸遇难。是堂主。阿弥陀佛，洪堂主不愧是我正道领袖，如此仁慈宽厚，令老衲敬佩。神僧谬在。小兄弟，现在梁大侠之死已经查清，但唐大先生的死却无法确定。你觉得凶手可是一直未曾现身的乘雾神君？乘雾神君已经被我杀死，凶手只能是其他元臣。唐大先生虽然是中毒而死，但我觉得用毒的不是乘雾神君。那是何人？唐大先生擅长暗器和下毒，但他刚才一直和我们站在一起。当时那种情况，凶手若想下毒，只有通过空气传播这种可能。可若真是如此，就不会只有唐大先生一人中毒了。所以，应当是有人用带毒的暗器袭击了他。这怎么可能？当时我们都在，谁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袭击唐大先生？更何况唐大先生身上没有任何伤口。用2根针扎进你的鼻孔，你会疼吗？唐大先生的身上确实没有伤口，可若是有人用针扎进他的鼻孔呢？这怎么可能？唐大先生手握神兵通天法眼，号称千手千眼，这天底下没人能偷袭他，更何况是用针扎进他的鼻孔。确实如此，但凡事都有例外。诸位，唐大先生可有弱点？唐大先生擅长暗器，更善用毒，武功也可。若说弱点，那就只能是喜好女色。那就说得通了。如果凶手是个女人，而且是个很漂亮的女人，唐先生就有可能中招。那就是捣药神君。捣药神君，没错，捣药神君是12元臣中最神秘的暗器高手，也是12元臣中的唯一的女人。而唐大先生死时，他身边就有一个女人，那就是玉罗纱沈婉君。呵呵，这小子说的完全是片面之词，不足为证。不足为证。诸位请看，唐大先生的鼻孔之中有血迹，鼻子深处更有2个细如发丝的针孔。唐大先生果然是被针扎进鼻孔，又刺入大脑才死的。沈女侠，你还想抵赖？
哈哈哈，没想到我藏的那么好，还是被你们发现了。既然如此，那便动手吧。想杀我，单凭这些飞针恐怕还不够。是吗？那我就杀其他人。沈婉君，你小兄弟，能死在你的手里，我很开心。为何？因为你身边的这些都不是什么好人。红堂主，现在捣药神君、决斗神君、食鬼神君、飞黄神君和司晨神君已死，再加上被笑弥勒除掉的大度神君，12元辰已去其六。我想先去祭拜黄玉涵一番，不知可否？无数正道高手汇聚四海堂，威震四方。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穷凶极恶的12元辰竟然还敢出手杀死四海堂的大管家黄玉涵。玉涵兄，你我才认识几日，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前尘的大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将杀害你的凶手找出来。小兄弟，你可知是谁杀害了我的大总管？是能土遁的逐日神君。这怎么可能？四海堂的每个院子里都埋了听得瓮，如果有人土遁进来，一定会被发现。而且黄总管出事前，他还让人将灵堂之外的院落都搜查了一遍，根本没有发现逐日神君的踪迹。红堂主，你也说了，除了灵堂之外，小兄弟，你的意思是说，逐日神君就藏在灵堂之中？准确的说，逐日神具你应该是藏在红堂主你的义兄的棺材当中。毕大侠是堂主的义兄，为了表示尊敬，没有人会开棺检查。那就开棺。恐怕已经晚了，逐日神君估计早就逃走了。我看未必。逐日神君，你还不出来吗？好聪明的小子，你是怎么发现的？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杀了我义兄，现在还把他的尸体破坏了。逐日神君，给我死来！啊！二哥，你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阿弥陀佛，12神君死伤过半，等到各大门派赶来支援的宗师和大宗师一到，12元辰将不再是威胁。不错，但我等能斩杀如此多的12元辰，全靠了钱小兄弟。钱宗师，请受我100。一个17、18岁的白衣少年，竟然引来了武林盟主的嘲。多亏了钱小兄弟，我等才能斩杀如此多的12元辰。钱宗师，请受我1拜。洪老堂主客气了，惩奸除恶是每个正道武者应尽的责任。若人人都能如钱宗师这般想，天下何愁不太平？洪堂主谬赞了，那我留在这里陪陪皇兄。洪堂主尽管去忙。好。钱大宗师，我有话想与你说。你？对，我叫洛圣一，10年前被正道群雄覆灭的魔教教主是我父亲。你找我做什么？我来是告诉你，要小心这四海堂的堂主洪四海。为什么？因为他就是12元辰当中的龙首。什么？10多年前，家父将洪四海视为平生第一知己，他二人每年都会饮酒论武，感情极好。但10年前，家父偶然得到一块内含无上武道真意的天外奇石，洪四海见毛起意，便召来12元辰将我们全家杀害。随后鼓动武林正道群雄一起围攻魔教，我魔教这才覆灭。而他不仅在这场惊天动地的正魔大战中将那块奇石夺走，还将我魔教积累了上千年的财富收入囊中。我凭什么相信你？呵呵，不相信？那你说黄玉涵为什么会死？他不是被逐日神君杀死的吗？别人或许不知道，但你应该很清楚。黄玉涵虽然名声不显，但也是一名大宗师，武功强横到了极点。就算逐日神君潜入灵堂，也不可能不声不响的就杀了他。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黄玉涵是自杀的，而逼他自杀的人正是他的恩人洪四海，也就是12元辰当中的龙首。在死寂昏暗的灵堂内，魔教教主之子说出了一个惊天大秘。这怎么可能？如果洪四海就是龙首，那他为什么还要让其他元辰来攻打四海堂？因为他得到了那枚天外奇石，又得到了我魔教的积累上千年的财富。经过10年的消化，现在的他已经不再需要其他元辰为他效力。你是说，他想借正道群雄的手除掉其他元辰？不错，只要其他元辰死亡，这世上就再也没人知道他龙首的身份，他就继续稳坐武林盟主之位。谢谢你的提醒，但你就不怕我把你交出去吗？不怕，因为你给我一种很亲近的感觉，不像那些自诩名门正道，背后却做着龌龊勾当的正道人士。怎么回事？到底是谁杀了他？龙首吗？
钱宗师，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我听到惨叫就从灵堂跑出来，结果到这一看，这少年就死在这里了。笑弥勒刚才也死了，难道笑弥勒和这少年不是钱宗师杀的吗？你这是什么话？什么话？我们所有人方才都在大厅待着，只有笑弥勒和钱宗师你在外面。现在笑弥勒死了，杀人凶手不就是你吗？就是除了你，谁还有这个本事？钱晨听到一声惨叫，连忙出门，可他没想到，一出门就被人说成了杀人凶手。你休要冤枉好人，钱修若是龙首，之前又怎么会帮我们杀了那么多元臣？谁知道他是不是在洗白？洗白？不错，12元臣虽凶名赫赫，但终究只是些见不得光的老鼠。他作为龙首，武功大成之后，面容恢复成少年模样。这时候，他只要杀了另外11名元臣，他就完全可以新身份显露人前。可笑，若照你所说，他又何必在这时候杀了笑弥勒，给自己找麻烦？笑弥勒前辈曾经冒充过大肚神君，说不定是他发现笑弥勒前辈察觉了他的身份，这才痛下杀手。白大侠说的有点道理，钱晨看起来才17、18岁，一个17、18岁的少年郎，怎么可能会有大宗师的实力？你们这么一说，他身上确实有一点。哈哈哈，白大侠说的很有道理。可你知不知道我精通700多种杀人手法，认识19000多种毒药？我若是龙首，在座的人一个都活不了。你。白施主莫要凭空猜测，老衲不相信钱施主会是龙首。我师弟死亡的真相没有出来之前，诸位不可污蔑任何一个好人。不错，各大门派来援的侠士马上就要到了，在此紧要关头，诸位莫要自乱阵脚。钱宗师是此次击破12元臣，立下大功的英雄，不可因为一点无端的揣测就污蔑有功之臣。多谢洪堂主帮忙解围。小事而已，我已命手下摆好宴席为钱宗师庆功，不知钱宗师可愿赏光？洛圣一刚跟我说了真相，就惨死当场。洪四海可能真的就是龙首，但现在人证已死，我又没有物证。若现在揭穿洪四海龙首的身份，其他人不仅不会信，反倒会觉得我图谋不轨，最终向我拔剑。我此次的任务已经完成，没必要再待在这漩涡之中。洪堂主，宴会我就不参加了。见钱晨要离开，武林盟主洪四海顿时不乐意了。钱宗师，你这是何意？洪堂主，我本就是路过，既然诸位不欢迎，那我也该离去了。若是再待下去，恐怕会惹火烧身。钱施主身正不怕影子斜，又何必在乎他人说什么？我确实不怕，只是觉得是时候离去了。诸位告辞。轮回者已完成任务2，帮助武林盟主洪四海击杀12元臣超过4人，共获得奖励3380功德和1道德380功德。试炼者已完成试炼任务，是否立刻回归轮回之地？我该回去吗？你们要把他拖去哪里？堂主说了，把他扔去乱葬岗喂狗。喂狗？可不就是喂狗吗？他只是四海堂的杂役，又没个身份，只能是喂狗。他连个坟墓都不配有吗？钱宗师，您说笑了，这年头每天得死多少人？我们要是一个一个的埋，得埋多久？随便往乱葬岗一扔，运气好被乌鸦秃鹫吃，运气不好就是被野狗啃。他是这个命，我们也是这个命。人命如草芥吗？不，这个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这个世界应该是善有所奖，恶有所惩。试炼者已完成试炼任务，是否立刻回归轮回之地？不，我还不回。之前我是试炼者，是钱大宗师，是武林正道，但现在我要做乘务神君，我要破洪门，杀四海，12元臣杀人不用讲证据。这个少年活了上百万年，但看到这世上的邪恶与不公时，仍旧一阵热血上涌。我一生自在逍遥，靠的不是清静无为，我一生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缩头乌龟。从现在起，我便是长生之灵的乘务神君洪四海啊，洪四海，既然你就是龙首，那我便用乘务神君的身份送你一份大礼。诸位英雄好汉，你们刚赶来支援，不知道这12元臣在江湖上传的神乎其神，但这一次却被我们杀了7个。听你这么说，所谓的12元臣都是些草包废物。那可不，先前石虎神君带领幽冥宫群鬼来袭，我跟着洪堂主前往阻拦。当时我手刃数名尸鬼，与幽冥一苦鬼之中的吊死鬼杀的日月无光，洪堂主更是威震天下，与石鬼神君打得难分难解。只可惜就在洪大侠即将杀死那石鬼神君时，被一个叫钱晨的小人抢了人头。这白月亮当真是个无耻小人，竟如此污蔑钱兄，我定要跟他理论理论。康大侠，不必理会这等小人，当真是可恶。
你是何人？为何戴着一个这么诡异的蛇头面具？我乃12元辰中的乘雾神君。好好睡一觉吧，等你们明天醒来，这江湖就会换一片天。各大门派前来支援的高手已经到场，不错，既然如此，我可就要下药了。除了宗师和大宗师之外，其余的人全部被毒雾中招。随着四海堂宴会厅的大门缓缓被推开，12元辰迎来了末日。蛇头面具称这是乘雾神君。正道群雄汇聚，12元辰竟然还敢来捣乱，吃我一剑！啊！其他人中毒，但老夫可没有，给老夫死来！阿弥陀佛，大悲掌，天机剑，霹雳神火掌，镜花水月，三股手，拔刀斩，小心有毒。再往前一步，我就让他死。魔头，快放了水源安住。魔头，乘雾神君，你找死！找死的是你们，你们3个一起上吧。乘雾神君怎会这般强？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乘雾神君。少年剑挑个陆宗师，但身份很快就被洪四海识破。你根本就不是乘雾神君。洪堂主这是何意？乘雾神君根本没有这么高的武功，他若是乘雾神君，那12元辰早就不是龙首，而是蛇首。我四海堂上上下下也早就死光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就是龙首。洪四海，不管我是龙首还是蛇首，你今天都必须死。放肆！乘雾神君，你怎么敢跟洪堂主这般说话？光顾着杀别人，忘记杀你这个狂妄自大的蠢货了。大胆苍天霸权！龙首果然厉害，硬接我一拳却毫发无伤。是吗？我还有更厉害的呢。我有一剑名为怜悯，你若能接下，我说不定会饶你一命。剑起，怜悯。混元天罡，好强的一击！你没有接下来，看来你今天必须得死了。想杀洪某，你还差点火候烈焰拳。洪堂主拳罡霸道，乘雾神君剑光绝世，仅是战斗余威被压得我等抬不起头来。这2人好生恐怖，好可怕的威压，好凌厉的剑气，再这样打下去，除了大宗师之外，在场之人恐怕要被活活震一个。龙首，今日便是你的死期。呵呵，谁才是龙首？你心里没数吗？你这话是何意？洪老堂主，你看看我是谁？前宗师怎么会是你？你不是走了吗？前尘连杀数位宗师之后，于万众瞩目之中揭开面具。洪四海，我本来是要走的，但一想到你还活着，我就浑身难受，所以我又回来了。诸位，我不是乘雾神君，也不是龙首。千兄，既然你不是12元辰，那为何要杀如此多的正道宗师？我杀的可不是什么正道宗师，而是12元辰当中除龙首之外的最后4个元辰。胡说八道！南派的镇海宗师和水月安安珠乃世外高人，唐门的唐老爷多年不问世事，而白猿两白大侠悉心耿直，他们怎么可能是12元辰？还在装？洪四海，你就是龙首，他们4人的身份你最为清楚不过了。前尘，你不要血口喷人！千兄，你是不是弄错了？洪老英雄高风亮节，正气凛然，怎会是龙首？不错，休要污蔑洪老堂主，我看你才是龙首。诸位，我年不过20，昨日才现身江湖，我这样一个无名小卒，又怎么会是犯下无穷血案的龙首呢？这一点，我想空明神僧最为清楚不过了。阿弥陀佛，老衲的师弟笑弥勒在12元辰中卧底数年，他曾跟老衲说过，龙首是一位在武林中有着权势滔天之人，不是一个籍籍无名之辈。而且前施主年不过20，但12元辰20年前便开始四处作案，所以前施主既不可能是乘雾神君，也不可能是龙首。
怎么，神僧也觉得本堂主是龙首？老衲不敢端言，就看前施主有没有证据了。当然有，诸位可还记得先前死在灵堂外的那名少？那少年便是10年前死亡的魔教教主的儿子洛圣一。胡说八道！那少年名为罗唐，只是我四海堂的一名杂役，怎么会是魔教教主之子？你当然不知道，不然他也活不到今天。可惜他还是死了，但他在临死前告诉了我一桩惊天大秘。那少年说了什么？洛圣一说，洪四海就是龙首。随着推理的不断深入，12元辰当中最为神秘强大的龙首终于现身。那少年已死，你以为在座的英雄会相信你的片面之词吗？单凭这点当然不够，但诸位不妨听我慢慢道来。前施主请说，我相信在场的诸位英雄不会冤枉一个好人，更不会放过一个坏人。魔教之子，告诉我。前尘将洛圣一跟他说过的话说了一遍。拿到那块天外奇石，又覆灭了魔教，得到魔教积累上千年的财富之后，你便潜伏下来，独自发育。前施主，据老衲所知，12元辰此次攻打四海堂，根本原因就是想从洪堂主手里拿到关于魔教秘库的关键信息。如果洪堂主是龙首，他为何要让其余11名元辰来此？因为消化掉魔教积累上千年的财富和那块天外奇石后，他武功大成。这时候，其他元辰对他不仅没了利用价值，反而成了累赘，所以他才会让其他元辰来攻打四海堂，目的就是想让正道群雄帮他清除隐患。胡言乱语。是吗？江湖上的人都知道是你带人覆灭的魔教。如果12元辰真的想找魔教秘库，他们早就对你动手了，根本不会等到现在。而他们之所以没有对你动手，是因为你就是龙首，没有你的命令，他们不会出手。这只是你单方面的推测，小子，你不要血口喷人。今日不管你如何狡辩，我都要为死去的玉寒兄讨一个公道，引杀你。你的神兵有着一丝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气机，如果我没有看错，这件神兵正是由当年那枚天外奇石打造而成。洪堂主，你这神兵之上的气机确实不是这个世界所有。看来前施主说的没错，你就是龙首，也只有如此，种种谜团方能解开。没想到本座不具如此之狡，竟然会被一个小娃娃看破。不错，我就是12元辰当中的龙首。整个世界最恐怖的龙首终于浮出水面。不错，我就是龙首。这怎么会这样？你洪四海，你个畜生，你骗得我们好苦。阿弥陀佛，我们这多人这么信任你，没想到你却……呵呵，我等当真是瞎了眼，够了，撑着王侯败政，有什么好说的？既然我的身份已经暴露，那便来决一死战吧。亏我们还对你万般敬重，认为你是武林正道第一英雄。我呸！洪四海，你让我们感到恶心。跟着老畜生有什么好说的？大家一起上宰了他！杀了他！动手！清风拂山岗。万化剑诀。金刚怒目。拔刀斩。碎心拳。一拳老矣，前天罡气。这根本不是大宗师能有的力量，他已经超越了大宗师。不错，我早就超越了大宗师。大宗师在我的眼里，也就是一只大一点的蝼蚁。哈哈哈，我可是龙首，谁敢杀我，谁能杀我？你当真已经超越大宗师了吗？我看不见得。你依仗的不就是这个由蕴含乾坤罡气的天外奇石所打造的金轮吗？抛开这个金轮，你什么都不是。你的眼界果然毒辣，但你又能怎么样？只要这个金轮在手，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都不是我的一招之敌，是吗？3界凤光符。最诡异恐怖的龙首现身，前尘立刻掏出压箱底的符箓。3界动光符。前天一气金刚。他死了。没这么容易，他只是暂时被我困住，等适应了寒意后，他会破冰而出，到时候他的凶威会更盛。那怎么办？我可不止一件神兵，7煞翻、困、龙雀环、束缚、宣魔伞。我是龙首，谁都别想困住我。这是什么鬼东西？给我断！朕不，我不想死。被你害死的那些人就想死吗？畜生，死！是时候收场了。这下应该死的不能再死了。死了，龙首终于死了。前兄，你实在太了不起了。阿弥陀佛，12元辰全部死绝，动荡了几十年的江湖终于迎来了太平之日。前施主当真是功德无量。不敢当。
我也只是帮那些横死的无辜之人报仇血恨而已。经过漫长的努力，为祸江湖数十年的12元臣终于被全部剿灭。诸位，12元臣已死，钱某也该离去了。且休，你要去哪里？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从此以后，这片江湖不会再有钱某。康兄，诸位，我们有缘再会。终于回来了，轮回之主，这次我一共赚了多少功德？轮回者完成试炼任务，评级甲上，奖励2000功德；轮回者击杀红四海，奖励1000功德；轮回者按时完成任务，合计奖励1000功德；轮回者击杀9名元臣，助攻击杀2名元臣，奖励4900功德；轮回者完成隐藏任务，寻回天外奇石，奖励20道德；轮回者在12元臣破四海任务中，一共获得22道德2900功德。天外奇石竟然这么值钱，看来轮回之主真正的意图是收回这个由天外奇石打造的金轮。主神，庚原子道书值多少道德？想要彻底买断庚原子道书，需要22道德。我记得上次不是这个价格，根本没这么贵吧？爱买不买？你算你狠，我买。庚原子道书购买成功，扣除22点道德，试炼者剩余2900功德。真坑啊！我就只剩2900功德了，这能做什么？试炼者可花费2900功德兑换一次合成机会，将蕴含乾坤罡气的金轮与天罗伞合二为一。你还有良心吗？我就剩这么点功德了，你还惦记？试炼者也可以选择不兑换。天罗伞的威力虽然很强，但还不够，花费2000功德将其合二为一，貌似也不错。兑换攻击力和防御力都上升了一个档次，不错不错，不亏。轮回之主，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前尘完美完成第一个轮回任务，正式成为轮回者。轮回之主，我的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下一次任务将于1年后开启，任务内容会在任务开始前7天公布。每次完成任务后，轮回者都可以在轮回之地停留一段时间。那我还能在这里停留多久？1天08个时辰。轮回者的等级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轮回者可随时进入轮回之地。那将我传送回原来的地方吧。可。从进入任务到结束任务，这里竟然只过去了1刻钟。轮回之主果真功参造化，我也得赶紧修行了。筑基、感应、炼气、通法，突破到感应境后，我的实力比原来强横了至少20倍。但妙空手里有轮回引，可以随时找到我。面对妙空那种层次的强者，我还是没有任何的反抗之力。这荒宅下方竟然还隐藏着一条地煞阴脉，有意思啊！若是能将地煞阴脉的煞气与我天罗伞中的乾坤罡气结合在一起，炼出一颗外气元丹，就算妙空突然出现，我也有自保之力。坤元玄阴煞虽然和乾坤罡气不是最好的搭配，却也能凝练3品元丹了。外气元丹，年。广陵本就不是什么大郡，这武康县就更小了。吴伯，你为何不让我在广陵城休息，非得赶到这偏远的武康小县才休整？风水不好之地，当真出不了高人。吴伯，我们为何不在广陵城休整，偏偏跑到这武康县来？因为广陵城很乱，很乱。不错，前不久道门那几位真正的世外高人来广陵搜寻过什么东西，那几位高人离去后，道门的真传弟子也纷纷下山，有几人还一下山就直奔广陵城。老奴为了避免麻烦，这才不敢停留。既然有道门的真传弟子抵达广陵城，你应当让我去结交一二的。公子若是大公子来了，还勉强攀得上那些人，可公子只是3品道基，那些真传弟子恐怕不会直接跟您交往。哎，那这附近可有什么奇人异事、隐士闲人？我路上听说，这县城内的一座废宅之中，每日清晨有凌云升起，直到静态落下，里面好像还住着一位与狐妖有交往的奇人异士。既如此，我们去探访一二。是。公子，这处宅院阴郁沉积，风水极差，真正有本事的修士不会落脚在此，里面之人恐怕只是一野修或是旁门左道。公子何必与这些人交往掉了身价？我们回去吧。
够了，出门在外就得广交朋友。里面之人纵然只是一匹夫，只要能说得来话，便值得结交一番。若是话不投机，就算是大派真传，诸子世家，我也不屑拜。清河子弟崔旦途经此地，听闻此地有一位与胡结交的世外高人，便心生羡意，特来拜见。公子，此人身上并无修者气息，想来只是一个凡人，连个野修都不是。我们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闭嘴！这位小兄弟就算不是修士，但也不可如此口无遮拦。小兄弟，属下目光短浅，你莫跟他一般见识。无妨，毕竟这位老人家说的没错，我并非什么世外高人，不过一普通人而已。崔公子若不嫌弃，可进院中喝杯茶水。杀了我师弟还想喝茶，小子你怎么尽享好事？这个男人正准备请客人喝茶，可一个魔修一上来就要他的命。你是何人？为何说我杀了你师弟？还在装？几日前，我师弟正准备灭杀一群狐妖，是你出手杀了他。原来那个不佛不道的畜生是阁下的师弟。我梅山椒之人当面，你还敢如此放肆？谁给你的胆子？你师弟不知死活，阁下看来也不是善类。既然如此，我便送你去见你师弟吧。你找死！雕虫小技。这可是我辛辛苦苦培养了数十年的怨魂，怎么可能？没什么不可能的，龙雀环。这等修为比道门的真传弟子也丝毫不差，我方才当真是瞎了眼。高人，小老儿先前有眼无珠，还望高人恕罪。小子先前眼拙，还望前辈海涵。无妨，随我来吧。前辈，小子可否向前辈请教道业？你倒是实诚，说吧，想请教什么？小子在筑基时心性急躁，走了捷径，火候未纯就炼化外药，强行突破到感应境界。如今道基驳杂，真气也不够扎实。小子想问问前辈，这般情况可有补救的机会？这个出身名门望族的世家公子，为了铸就完美道基，虚心向一少年郎请教。可他却不知，这少年是一只活了上百万年的朱自清。前辈，我的道基驳杂不堪，如今可有补救之法？当然有。好浓郁的丹香，前辈，这是何丹药？此乃碧元淬灵丹，可锤炼真气，巩固根基。你只需将其服下，便可使道基提升一品。只是什么？只是道基的心性难求。你若存了哪怕道基有缺，也能依靠外物使其圆满之心，恐怕永远无法打磨出无瑕道基。多谢先生指点，还请先生将此丹收回。我以后定会日日打磨道心，戒骄戒躁，一步步将道基打磨至圆满。孺子可教也。你道心既已通明，便将此丹收下吧，它可帮你省去数年之功。前辈，此等大礼，小子岂敢受之？修行之人不可迂腐，你日后若有灵骨灵泉，拿一些回报我便是。另外，你日后若是有关于地煞阴脉的消息，也可告知于我。地煞阴脉，前辈既要寻访地煞阴脉炼丹，不如同公子和小老儿一起去九真郡。九真郡有不少道门门庭，更有灵山大川无数。莫说一道地煞阴脉，就是千百道也是有的。而且不久之后便是5月初5。5月初5，不错，5月初5，天地阳气最重，阴灭毒物，躁动不安。届时，九真南蛮一带的各大世家豪族都会驾驶龙舟行于河流大泽之中，寻找龙蛇猎种猎杀，举行龙船祭。而各大世家豪族手中就掌握了许多关于煞气的消息。虽炼成了外气元丹，但仅是3品，若想提升品质，只能寻找更多的地煞阴脉。而且我这具身体出身富贵，估计也是世家中人。既然5月初5那日有许多世家豪族汇聚于九真郡，我不妨去上一趟，说不定能从各大世家豪族口中打听出这具身体的身份来历。心中仔细思量一番后，前尘决定前往九真郡。既然如此，那我便去九真郡一趟。真是太好了，前辈若不嫌弃，可以我们一同前往。你带了多少人？车夫、丫鬟再加上护卫，一共有57人。每人多物多，行动极慢，我便不与你们同行了。这是2张传信符箓，你到九真郡上任后，将符箓焚烧，我便知晓你身在何处。另外，这瓶子里有些丹药，当时我送你的见面礼。多谢前辈，前辈大恩，小子永世不忘。好了，我们九真郡见。
老丈，这里可是九真郡，前面可是九真大泽。这里是九真郡，你是谁啊？来我们村三阳村有什么事吗？我是路过的道士，准备去九真大泽，过来问个路。此乃三阳村，附近便是交布镇，而交布镇旁边便是茫茫无边、波涛10万里的九真大泽。原来如此，老人家，那这附近可有熟悉九真大泽，能带我深入大泽的领路人？村里人只熟悉这附近100十里的水域，小道爷若是想深入九真大泽，恐怕得等5月初5。5月初5那日，许多世家大族会乘大船深入大泽，小道爷只需愿意花些银两便可登船。原来如此，那老人家，我先进村瞅瞅。好，你敢信一条大蛇在村里藏了几10年，竟然都没人发现？大哥哥，你刚才跟我爷爷聊什么呢？小孩子莫要管大人的事，这般下雨天，你不待在家中避雨，来这里作甚？我想去大梅树下跳高。跳高？对啊，村子旁边有一棵很高很高的大梅树，梅树下面有怪风，能让人跳得很高。哦，那大梅树上是不是什么鸟都没有？你怎么知道？那大树很高很高，结的梅子也有毒，从我记事起就没有鸟会在上面停留，我也爬不上去，不知道上面有什么。还好你爬不上去，你先回家吧，明天再去那边。为什么？没有为什么，照做便是。这巨树下方竟然有淡淡的煞气喷发出来，只可惜下面并没有第一煞脉，只是藏了一头畜生。人类修士，既然你已经发现了我，那我就只能将你杀了。想杀我，你还不够格。不堪一击，无趣。日夜游神何在？一个少年斩杀蛇妖后，竟然引出了当地的城隍。日夜游神何在？城隍大人，此地方才灵气波动剧烈，还夹杂着浓郁的妖邪气息，这是怎么回事？大人，方才有一位高人途径此地，斩杀了一只道行深厚、足有水桶粗的蛇妖。水桶粗，也就是说，那蛇妖盘踞在此少说也有几10年了。禀城隍大人，那株大梅树扎根在一股微弱的地煞之气上，颇有些灵异，有遮蔽鬼眼之能，所以大蛇藏在树中，我等这才没有察觉。大人，我2人有罪。哼，今日暂且记上你们一过，若下次再犯，一并处置。是，我等以后一定加大巡查力度，确保周边平安。大人，我们要不要将方才那位高人的行踪上报道院？他只是途径此地，既没有侵犯凡俗，又没有无故伤人，不用上报了。但你们得把他的行踪记下，日后若探得其来历，本官再将这份斩妖救人的功劳算入他的阴德之中。是。无数毒物在大泽中吞吐数百万载，这大泽上空满是毒气、瘴气、阴气、煞气和各种古怪的天地元气，难怪没有人通过飞行进入九真大泽，而是要趁着至阳之日百毒退避之时，才乘坐龙舟进入大泽采集入产。哎，我还是先去交布镇探探路，弄一张九真大泽的地图，然后和世家大族老老实实的走水路。活了上百万年的珠子，竟为了进入九真大泽，放下身段去交布镇的韦家拜访，结果却吃了一个闭门羹。这交布镇坐落于九真大泽泽畔，后通经交2州，果真是繁华富庶。这交布镇地有名的大户不少，但唯一称得上世家的，只有这韦家。小子，你是干什么的？在下是这附近的散修，想拜会韦家家主，麻烦2位通报一声。滚滚滚！瞎了你的狗眼！我们韦家可是交布镇第1大世家，一山中野修也妄想见我们家主，你也不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就是我们家主正在设宴款待贵客，没空搭理你，赶紧滚，否则别怪我们手中刀剑无情。既然你们不愿意帮忙，贫道只能自己想办法了。小子，我们家主正在款待贵客，你这般打扰，不会有好下场。有没有好下场，待会便知，不劳2位操心。你当真是不知死活？诸位，真道长道行高深，品格高洁，来，我们共同举杯，一起敬真道长一杯。敬真道长。多谢诸位。家主，有个散修用飞鸟传书于你，说是想拜访你，我将鸟拦下来了。
想来是什么不入流的野修，将之赶走即可。是。慢着，将他叫进来看看，此人说不定与我有怨。这个邪修疯了，竟然敢试探一个活了上百万年的老怪物。韦家主，让你手下的人将那散修领进来吧，他说不定与我有怨。与真道长有怨？不错，150年前，我师父在小镇旁的三阳村中发现了一处阴煞之地，因为当时无法将其炼化，便寻了一颗碧煞，并没种在那里。我师父死后，我将一种大蛇封进那梅树之中，想让大蛇汲取那里的煞气，再以大蛇的血肉祭炼病梅，最后以蛇骨和梅树合炼成一顶地煞龙蛇剑。可不曾想，昨日竟有人将那大蛇斩杀，坏了我的100年算计。真道长是说，门外求见的散修就是斩杀大蛇之人？有可能，但我也不是很确定。既然如此，管家，你去将人领进来，让真道长试探一番。是。何人放飞鸟求见我韦家家主？是在下放的飞鸟。原来如此，那跟我来吧。多谢。散修前尘见过韦家主，见过诸位。道长好生年轻，不知道长来我韦家所为何事？在下想进九真大泽深处采药，但却没有适合乘坐的船只，这才前来拜访，想请韦家主行个方便。5月初5进入大泽之时，将在下捎带上。想跟我韦家一起进入九真大泽深处？道长，这里得问问真道长的意思。这位道友，我听说三阳村最近有蛇妖作乱，后来被一路过的前辈高人斩杀，道友可知道此事？此人为何这般问？难道那棵梅树和那条大蛇跟他有所关联？真道人一脸急切，但前尘却是轻轻摇头。在下并不知晓。道友当真不知？在下修为浅薄，与人争斗尚且吃力，又哪有本事斩杀大蛇？说的也是，你这般山野村修，断然不可能有斩杀大蛇的本领。真道长还有问题吗？如果没有问题，5月初5时可否将钱某带上？5月初5的乘船名额已满，道友恐怕要失望了。真道长，钱某为乘船而来，可你先是拎着钱某一番质问，现在又说乘船名额已满，你真当钱某好欺负不成？道友，5月初5的乘船名额确实已经满了，我等也无能为力，总不能为了你将其他客人赶下船。道友，不如这样，你看我和韦家主能不能帮上你什么忙？只要不是太过分，我和韦家主都愿意倾力相助。不错，我韦家世代与人为善，能帮的我们一定帮。话倒是说得好听，可我真要让你们帮忙，恐怕小命都得交代在这里。罢了，还是以物换物稳妥。哈哈哈！既然韦家主和真道长如此豪爽，那钱某还真有一事相求。道长但说无妨。我听说韦家有一份九真大泽核心区域的地图，不知在下可否用一枚丹药跟韦家换一份地图拓本？哈哈哈哈！九真大泽核心区域的地图，乃是我韦家的传世之宝，立世之基。你一散修，能拿得出什么灵丹妙药来？你也配跟我韦家交换？听你这么说，那就是不换了。道长，犬子口无遮拦，还望道长莫要见怪。这地图拓本确实可以换给你，但犬子有点说的没错，这地图乃是我韦家的重宝，一般的灵丹恐怕换不到。为了换取九真大泽核心区域的地图，前尘拿出了一颗绝世灵丹，可他没想到，偌大的韦家之中竟无一人识货。我自然知晓地图对韦家的重要性，可钱某也不会没有任何底气便来交换。哦，不知道带了什么灵丹妙药，不妨拿出来给真道长一观。不错，真道长精修丹道数十载，这天底下还没有他不认识的丹药。世间丹药只要放到他面前，好坏高低一看一闻便知。既如此，那还请诸位过目。诸位，此丹名为补元丹，普通人服用后神血两足，耳聪目明，心力10年不竭。修士服用之后，能够快速增长修为，查漏补缺，竟如此不凡。世间竟有这般神奇的丹药，小道长，倘若这枚丹药当真有此奇效，我韦家定会拿出地图与道长交换。如此便好，韦家主，那便验丹吧。好，真道长，请您过目。呵，有意思。真道长，这枚丹药如何？可是好到了顶点。
非也非也，这根本不是什么灵丹妙药，而是一颗伪丹。伪丹？不错，一般修士或许看不出来，但这点伎俩还骗不了甄某。第一，此丹色泽饱满，浑然天成，没有任何人为炼制的痕迹。第二，此丹只有丹香，没有丹味，说明药性浅薄。第三，此丹仅有3株重，这世上不管是什么丹药都不可能这么轻，所以这是一枚伪丹。原来如此，小子，拿着这样一颗劣质丹药上门换取地图，你真当我韦家好糊弄不成？你敢信？这个少年竟然只是一位丹道大宗师的鼻子，骂对方不懂丹药。韦家主，我的丹药不可能有假。狡辩，难道甄道长还会故意污蔑你不成？我早就说他这种散修拿不出好东西来。爹，他竟然敢欺骗我们韦家，我们今天必须得给他一点教训，让他长点记性。小子，只要你乖乖跪下，给我韦家磕3个响头，我韦家今日便饶你不死。跪下磕头，饶我不死！哈哈哈！这世上还没有人能让钱某给他磕头，还没有人能杀钱某。冥顽不灵，既然如此，那就别怪我韦家对你不客气了。来人，家主，立刻将此人就地斩杀，免得让他到处行骗。是。你，好恐怖的气息，小子，你到底是何修为？哈哈哈！好一个韦家！钱某诚心诚意拿出灵丹交换，尔等却听信这见识短浅的井底之蛙胡言乱语，尔等当真是一群蠢夫！你放肆！你竟敢说本座是井底之蛙？难道不是吗？灵丹之上没有炼制的痕迹，那是因为我用的并不是火炼之法。灵丹之所以只有3株重，是因为药力已经化作一股药气凝缩于丹药中心，而丹药之所以只有丹香没有药味，是因为它的药性已经完美凝缩到了丹药当中。就你这样的蠢货也敢自称精修丹道数十年，当真是可笑至极。世间就没有以气炼丹之法，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不识此宝者，千金不卖；识得此宝者，分文不取。世上就没有以气炼丹之法，你休要在这里胡说八道。不识此宝者，千金不卖；识得此宝者，分文不取。罢了，我又何必与一群见识短浅的蠢夫计较？小子，这韦家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吗？错，甄道长德高望重，品行高洁，你污蔑了人就想走，这世上哪有这般容易的事情？哈哈哈！那尔等想要如何？你自断双臂，我等就放你走。你找死！啊，我的手！太平啊，甄道长，还请你快将这小畜生斩杀，所有后果韦家一人承担。小畜生，此来！怎么会？你怎么可能比我还强？你很强吗？把地图拿出来，否则我杀了你！别杀我，我这就把地图给你。早这样不就完事了？非要听信那个蠢货的话。前辈教训的事。哈，看在这份地图的份上，今日我便放尔等一马。可尔等若是不知死活，敢事后找麻烦，我定让韦家上下鸡犬不留。小畜生，你给我等着！今日之辱，我定要千倍万倍的还给你。前尘离开后，韦乐平一脸愤恨，发誓定要报仇。小畜生，我一定要你死无葬身之地！韦家主，此人本领了得，根本不是炼气修为，想要找他报仇，恐怕千难万难。甄道长，此人修为确实了得，可我儿的双臂不能白断。甄道长，我韦家虽强盛，但始终只是凡人，而您是修行中人，你一定有办法对付他的，对不对，甄道长？这我确实有办法对付他，但需要承受莫大因果。只要能将此人斩杀，为我而报仇，我什么都愿意做。此话当真？当真。我可以在韦府布下一座大阵，有了大阵的加持，我可以轻松将此人斩杀。但想要启动大阵，需要用人现行。需要多少人？不多，韦家主只需将三阳村的村民全部抓来即可。三阳村下方有着浓郁的煞气，生活在那里的人身上多少也沾染了一些。只需将三阳村的人全部献祭进我的大阵，我便有把握将此人斩杀。可以，只要能将他斩杀，莫说一个小小的三阳村，就算是将这小镇上的人全部献祭，我也在所不惜。哈哈哈！好，既然韦家主如此豪爽，那甄某也定当竭尽全力。毕竟我豢养的那条大蛇，多半也是被他所杀。
九真大泽的地图已经拿到，接下来只需静待即可。至于船只，到时候有那么多世家大族汇聚于此，找一艘船应当不是难事。脚步正日游神拜见前辈。日游神，你不好好巡游，来找我作甚？这个少年只是在湖边观景，没想到却招来了普通人一辈子也见不到的日游神。日游神，你不好好巡游，来找我作甚？城隍大人命小人前来感谢前辈斩杀蛇妖，为三阳村驱除妖邪。仅是这点小事，还不足以让你现身吧？当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前辈的慧眼。我家城隍命小人前来，除了感谢前辈之外，还有一事相求。这倒是奇了，你家城隍能有什么事是需要我帮忙的？前辈，您方才在韦家斩掉了韦家大少爷韦太平的2条手臂。您走后，那韦家家主迷了心智，竟听信那妖道直言，要将三阳村的村民全部抓进韦府。他找我报仇，去抓三阳村的村民作甚？前辈有所不知，那邪修想用三阳村的村民献祭一座大阵，然后用那座大阵来对付你。若真让他们得逞，那便是死伤惨重。辖区内的人口这般大规模死亡，城隍大人必定会被道院问罪。所以，我家城隍大人想请前辈出手斩灭那妖道和韦家家主。原来如此，前辈，我家城隍大人说了，若前辈能帮忙斩杀韦家家主那和妖道，他必有重谢。哪里的话，城隍大人能将这个消息传于我，是我应该感谢他才对。前辈客气了，那韦家家主现在已经派人前往三阳村，之后的事就麻烦前辈了。小事而已，我这就过去。待会干活麻利点，记住，不管男女老少，全部抓回去。是。你们想抓谁？韦府老管家带着打手出门办事，可中途却被一少年拦住。少年郎，你这是作甚？这个村子里的人与我有缘，你若不想饮恨于此，现在便退去。呵呵，少年郎，念在你与老夫有过一面之缘的份上，你让开，老夫不杀你。不杀我？哈哈哈，你杀得了我吗？如何杀不了？你不过是一介散修，又有多少手段？你修行不易，老夫劝你莫要自误。良言难劝，该死的鬼！你不退，我亦不退。既然如此，动手吧。有言在先，真道者横尸荒野，黑焰符。区区符箓，不足为道。怎么会？老管家死了，快跑！想跑？问过我了吗？有时候帮凶比凶手更该死。家主，不好了，大少爷出事了！甄道长已经给他喂了灵丹，能出什么事？哎呀，家主，您去看看就知道了。韦家大少爷被人砍掉双臂后，又被人下了奇怪的咒语，而他之所以会遭此横祸，是因为他招惹了一个活了上百万年的少年。啊呀，好痒，痒死我了！怎么回事？大少爷之前不是好好的吗？怎么突然就成这样？家主，小的也不知道。爹，好痒，杀了，快杀了我，我受不了了。甄道长，我儿这是……他这是被人下咒了。下咒？不错，他被人下了奇痒绝命咒，中了这种咒的人会被活活养死。何人竟对我儿下此毒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正是那散修前尘。什么？又是他？我韦家怎么就招惹上了这个煞星？哈哈哈！韦家主莫急，我这就为令郎解脱。好了，真的好了，多谢甄道长。韦家主言重了，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对了，三阳村的人抓回来了吗？为何这么久都没有消息？过去3、4个时辰了，应当回来了才对。家主，那赛修前尘将我们派去三阳村的人全部杀了，就连老管家也没有幸免。什么？他怎么知道我们去三阳村抓人的？什么人？是我。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们想要如何落幕？少年的剑光划过，一个千年世家便轰然倒塌。前尘，你已经将我韦家传世的地图抢走，为何还要与我韦家过不去？与韦家过不去的是你自己。你们想杀钱某可以，但你们不该打三阳村数千百姓的主意。韦家主不必与他浪费口舌。前尘，你不过是一散修，你真当甄某怕你不成？
能将上等灵丹说成伪丹，能为了一己私欲便要让数千百姓丧命，你这等修士，实乃修士之耻。废话少说，虚罗天斩。华而不实，枉你修行上百年，连剑都用不明白。你算什么东西，也敢指点我？百鬼夜行！天罗伞。闹剧结束了。这可是我的看家手段，怎么可能连你的防御都破不了？没什么不可能的。枉你修行上百年，连剑都用不明白，睁大眼睛看好了，我教你。去。我不服，若不是你斩杀了我的大蛇，等我炼制出本命飞剑，你又岂会是我的对手？自作孽不可活，更何况这个世上没有如果。君道长，韦家主，到你了。